Hello，大家好，我是啾啾，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1+1以及啾啾新频道啾啾健康咖的双频道同步直播了。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请大家帮忙啾啾健康咖这个新频道呢，帮忙订阅一下，让我们可以频道成长起来，让更多人可以在健康上受益。好，那我们今天进入主题哦。我想请问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一天呢，陪伴我们的光线，我们从起床之后呢，白天，然后看书啊，用电脑各方面，这些光线可能是我们的隐形杀手。比如说像手机啊、电脑，甚至包括我们家里的灯光，可能都在伤害我们的眼睛，包括我们的身体哦。为什么呢？我们等一下会告诉你。因为有人才50岁，就因为过度滑手机而提早做白内障的手术。那更令人担心的是，就是有一个研究显示，如果你的晚上灯光太亮了，可能还会增加罹患癌症的风险。还有一个问题哦，我想请问大家，因为现代人真的是3C 用品，大家用的非常多，有没有每个人就是每一天盯着手机好几个小时呢？今天如果你都有以上说的这些生活形态的话，今天非常重要，一定要看到节目的最后，因为我们今天要跟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教授，他同时也是抗蓝害专家周卓辉教授来一起揭开蓝光到底怎么影响我们的视力、睡眠，甚至影响我们的全身健康，真的绝对不要错过。好，我们欢迎周教授，教授你好。是，啾啾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周教授，今天真的非常荣幸能跟你谈一谈这个话题，因为其实我们对于蓝光、对于光线对我们身体的危害，我觉得我们了解的真的从知道您做这方面研究之后，就知道我们了解的太少了，所以今天要跟你好好的聊聊。首先，我们先跟您聊一下，因为我之前看过教授就是有2个故事，就2起事件，一位是您60岁的同事去做了眼部的手术，但是出现了不断的问题。那还有另外一位是您在清华大学的同事，因为癌症过世，其实都跟蓝光有关系。教授，可不可以先聊聊您2位身边的这些案例，让我们了解一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是啊，非常令人惊讶哈！我刚刚说第一个那个60岁的那个同事哈，那个他之前在一个公司工作，其实来清华大学是第2份工作，结果没想到呢，第2份工作60岁又退休了。那原因就是说他的眼睛啊去动了手术，我本来以为是动了这个白内障手术，后来我就问嘛，结果他说不是的，他是那个视网膜破裂，然后他去动了手术，然后没多久，他说3个月后又去动了手术。好，他说因为他这个白内障手术啊，不是白内障，就是视网膜手术之后呢，那个视网膜又进水了，等于是1次手术没成功，又来第2次，所以这样子的眼睛问题让他不得不再次退休。60岁啊，比我还年轻很多，我当然觉得很惊讶。那同时间呢，我知道就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另外一个女老师啊，她那个没有什么坏习惯，好，然后对人都非常好。可是呢，她在50岁不到就得了乳癌，中间呢还跑到美国去治疗，就没有好了，50岁就走了啊。然后甚至我知道她的在教会的朋友也是50岁不到他就罹患乳癌就走掉了。后来我所了解的，他们大部分都是喜欢晚上开灯开很亮。好，那这个时候就让我突然惊醒啊，就是说2014年那个联合国的国际能源署就讲到哈，这个一个蓝光它可以有2个伤害，一个是视觉性的伤害，一个是非视觉。那视觉性的伤害就是说会伤害眼睛，那第2个非视觉的指的就是伤害身体。那这伤害身体讲最白的，大家容易懂的叫做罹患癌症。好，那特别是这个光线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被确定了就是说它会造成癌症的攀升，还有很多其他毛病这样子。然后呢，所以我就突然理解到说，真的一个蓝光2个伤害它不分日夜，它会伤我们的眼睛，到了夜晚它就开始伤害我们的身体。所以我都觉得这件事情太严重。然后呢，我之前因为就经常的飞到不同的时区，我的这个生理时钟被破坏掉。这样子10多年下来之后呢，被检查出来这个肠癌，应该算是3期，有一些转移了。我后来住院治疗，那很不幸的呢，我是一个双人房，旁边有一个呢
他50岁，结果他做了这个叫白内障手术。50岁以前都是70、80岁才勉强会有的毛病，他竟然有了。然后呢，他结果手术完了之后还剩一只眼睛，用一只眼睛在滑手机。他的太太就念他了，你就是因为用电脑滑手机把眼睛弄坏掉了。那个医生就说：“你看你50岁这么年轻，竟然就得了一个这个白内障。”结果呢，他呢中了这个电脑毒、手机毒，他没办法，他的剩下一只眼睛还在休养当中呢，他就又用一只眼睛一直在看。所以我就才说，刚刚啾啾讲的就是说，你常常用电脑、常常用手机的人，真的要非常小心啊。是，其实周教授您说的这几个案例有让我们真的觉得有点担心。其实你不要看，我们的这个摄影棚也是这个很白的光。等一下我会再来跟教授再来谈这件事情。那其实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过去以为，当然其实对我们眼睛伤害已经是很不好了，可是没有想到光竟然会造成我们身体的癌变。我觉得这件事情等一下我也会跟教授来聊聊。首先我们还是先关心一下，尤其是眼睛的部分。就是说我们看远或看亮跟看暗，这个对眼睛啊，或者是看近，因为我们通常都会这样子嘛，那这个对眼睛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可不可以请周教授来跟我们稍微解析一下？是，我觉得这个主持人问到非常好的问题啊，这个各位观众朋友听完之后要赶快把这个讯息要分享转传啊，因为这个事情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眼睛啊有看亮的，有看暗的，有看近的，但是有看远的。如果说你经常看远，那看近的细胞它就休息了。近视就是因为你近的细胞一直在用，一直不断的用，所以就发炎。那发炎不让它消炎，后来眼睛就这个你眼睛细胞它就凋亡了，凋亡了就近视，然后那继续下去呢，它就会重度近视。所以就说看远很重要。那原理很简单，因为人看远了之后呢，看近的细胞就休息，也就是说人的眼睛看近跟看远的细胞它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要交叉使用。然后看亮跟暗也是，我们的人的眼睛看亮的呢，看彩色的才500-600万颗，600-700万颗，可是看黑白的它有1.25亿颗，有将近20倍之多。所以你只要交叉来使用，轮流来使用，眼睛要受伤真的就非常的难。是，其实教授您刚才讲的说看远看近啊，这些细胞是用不同的细胞，我就回忆起，其实我上周采访一位在纽约的眼科医生，他说其实我们以前都告诉大家说要看绿色的东西，绿色的很多人会以为说，哎呀，我就看绿色，看荧光幕看绿色也可以，其实不是，他说其实要看远处，所以这样子我就跟教授讲的这个概念是结合在一起了，所以其实要记得是看远处，当然如果你可以看一下绿色的植物，远处远山，我觉得这样子对眼睛是挺好的。那么另外我再可以请教授来介绍一下，因为教授您是研究这个光害的，就是蓝光嘛，刚才一开始就提到了，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蓝光？我们现在真的接受很多的蓝光对我们眼睛的伤害，这到底是什么一个原理呢？这样讲好吧，就是说没有光就不会有光害。那就是因为太亮，所以会造成眼睛伤害。可是在这个可见光当中呢，红橙黄绿蓝靛紫，越往蓝光、紫光、紫外光的方向跑，它的能量越强，它的伤害越大。就像紫外线照到皮肤，皮肤就很容易就黑了。那我们的细胞更没有办法承受这样高能量的这个光线。那在可见光里面，对色彩有帮助的呢，通常就3个颜色来讲，就红绿蓝嘛。那红绿蓝里面的蓝光的能量是最强的。然后我们的眼睛不是说有看彩色的嘛，分别有3种细胞，看红的、看绿的、看蓝的。那当它碰到蓝色的光线的时候呢，这看蓝色的这个视锥细胞，它工作起来特别的累，它的工作原理竟然跟看红的跟看绿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未能看见呢，它的工作起来那个工作量非常的大，然后它又那个反应它又是一个什么无氧反应。所以那个据科学家这个研究发现它那个每一次一工作下来要产生的这个氧化性废弃物特别多，氧化性压力特别的大，这就是讲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这个蓝光伤害会被特别提出来。然后在大概50年前呢，科学界就已经发现了，他们很久以前就知道光照太多会受伤嘛，大家都知道，就是太阳光太强你要戴墨镜，如果你这样做焊接的时候要戴焊镜，太亮一定会受伤。可是他们就很想知道什么光
伤害最大。那研究出来之后呢，在可见光里面呢，蓝光伤害是最大。可是呢，我们讲的是因为基本上好，现在你看到这个图表就是讲到说，那这个蓝光伤害大，紫光是更大，只是因为紫光没有放在我们的3C 产品啦，没有放在我们的电灯里头，基本上放的是蓝光绿光、红光。那在这个3个光里面呢，最好的光基本上应该是橘光，就说单位亮度，你为了要看见嘛，为了要看见的时候呢，伤害又要最小，最好的光会是橘光。那也刚好碰巧我们以前的这个叫火把火光、油灯光、蜡烛光，它通通是这个橘光，也就是自然光。自然光它就是橘光。然后呢，这个科学家发现，就结果是橘光是最好，它的伤害是最小，这样子。是，所以就是说橘光的部分，那我们知道，就是其实教授你也有一个叫做应该说你因为我们讲到刚才讲橘光，所以我们经常我在直播前也有问教授，哎，教授你是不是经常都戴着这个橘色的眼镜？后来他就告诉我说，只要光太强，他就会戴着。所以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是会问教授这个问题哦，因为大家都在找防蓝光的眼镜，我觉得我个人是因为我们看电脑啊，看这些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环境里面都有光害，所以等一下我们再来请教你。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发明了高效率的蓝色方光二极体，而且他们就实现了这个所谓的亮度啊、照明啊等等的。那这个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就是它实现了明亮的节能的白色光源，所以2014年10月7号，诺贝尔基金会召开了记者会，公布把物理奖颁给了蓝光 LED 的发明人，也就是诺贝尔物理奖的得奖者。这个3位，然后在美国的以及2位是在日本的，就是赤崎勇以及天野浩教授，还在美国的中村修二博士。但是2015年诺贝尔奖物理奖得主的中村修二博士在日经亚洲评论筹办的一个淡化技术论坛上面就说了，蓝光 ED 确实有蓝光的问题，像是引发失眠。所以进一步我想请教一下周教授，除了眼睛还有失眠之外，蓝光对眼睛具体有哪些什么样的伤害？可不可以请教授跟我们解释？是的，刚刚就讲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2014年联合国国际能源署不是讲说蓝光伤害已经是确定嘛？而且他那个时候最多的案例了就是艺人，然后就是主播，然后现在来讲就是网红。因为你经常要在很亮的光线下去照射，然后呢，特别好玩是说，联合国发现这个蓝光或者白光，还有蓝光的这个白光呢 ，LED 呢是有光生物伤害，这个是在2014年9月公告的，结果诺贝尔物理奖却在10月的时候就颁给这个发明蓝光 LED 的这个中村修二等3个人，这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可是隔一年，中村修二自己就承认了还有蓝光的这个白光 LED 会造成所谓的蓝色问题、蓝害问题。会失眠，那长期失眠的人呢，他就很容易造成所谓的老年痴呆症、阿兹海默症。那当然还有很多这个其他的问题，像是你长期的夜光曝照就是说会有三高，然后这个大概中长期之后有3个癌症，3高之外会有3个癌，也就是所谓的攝護腺癌、肠癌跟乳癌。那以前很多男生想说他不怕他是男生他不会得乳癌，非常不幸的，最近几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讲了这在1000个癌症乳癌罹患者当中呢，有5到10个是男生，所以说呢，这3癌呢，这个男生是一个都跑不掉，人家女生还可以不要有所谓的攝護腺癌，那男生是一个都跑不掉。那当然还不止了这个夜光曝照，特别是你晚上滑手机，那个蓝光很多，这一照下去呢，就吃了兴奋剂一样是睡不着的。那睡不着之后呢，这个所谓的免疫力就失调。另外一个内分泌就不正常，人只要免疫力失调，内分泌不正常了，那各种病都会来，所以才说呢，充足的睡眠是百药之王。可是呢，晚上照光失眠之后呢，那就变成百病之兆，就非常的严重。特别是说我常常举例子这个6点钟如果太阳下山的话呢，这个褪黑激素帮助我们舒眠抗癌的这个褪黑激素呢，它会在9点钟大量分泌。
所以呢，在9点半这个时间睡觉会是最好最美的。那比这个晚的话，那个对身体的伤害影响之大。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科学界发现的，就是晚睡晚起会比早睡早起的寿命少10%，反过来早睡早起的会比这晚睡晚起的寿命多10%，大概就是8岁到10岁这样子的一个范围。哇，哎，其实周教授，您现在刚才讲的啊，9点半去上床睡觉，我觉得很符合现代，就是前阵子有位艺人蔡依林，她说她都9点半睡觉，所以比较养生。那我觉得哎，赶快对应起来了，所以其实早睡早起对我们身体健康。蔡依林的9点半。我讲，因为我们人为言轻，我已经讲了5年快8年了，没有用啊。蔡依林这么今年一讲就大家都听到了，这个所以拜托蔡依林要多讲一点。是，所以大家早睡早起还是对身体真的是比较好的，而且对身体好之外，还对皮肤美。哦，皮肤还会变美，对，皮肤会那个雪亮的。是，所以刚才其实教授讲的也是符合了哈。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科学对应了，就是我们其实早睡早起，如果你可以的话，尽可能的早睡9点半。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因为每个人应该都要可以。听了啾啾的节目之后，每个人要乖乖的像蔡依林啊，对，皮肤又好了，身体又健康，赚的钱都是自己花用的，不用捐给医院跟医生啊。哎呀，我觉得这个周教授真的是讲到我们的心坎里面的话，真的我们也是赚钱不容易啊。对呀，而且希望大家真的是努力工作赚钱，然后你可以好好的就是保养你的身体，这样子你才有一个好的身体啊，去享受你的人生嘛，对不对？做你应该要做的事情，做你想做的事情，这个很重要。哎，我觉得今天学习到很多。那另外还有个问题，其实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这个非常恐怖的一个证据，我觉得对我来讲，因为其实不是很多人在谈论它，就没有想到他自己就是发明者 LED 发明者就已经告诉大家说，哎，其实它对你的失眠是有影响的。那么 LED 灯已经是我们生活中非常爱用的灯，大家都觉得节能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周教授，LED 对我们的眼睛有害吗？害处很大呀！我们这个清华大学最近很多办公室、实验室都放了 LED 灯，然后那个管这个仪器的那个助理就说我眼睛开始痛了，去看那个眼科医生没有好，点眼药水也没有用，看了几次都没用。他们来看我，找我说，哎呀，那个防蓝光眼镜在哪里买呀？然后那我说怎么了？他说就因为换了 LED 灯。那我说把那个灯关掉，用自然光线就好。可是他说因为它是公共仪器场合，这不能全关灯。我说好，那你就关一半开一半。然后呢，他戴上防蓝光眼镜，这个不药而愈啦，不药而愈，因为他眼睛会痛，眼睛会痛是因为蓝光，蓝光造成那个就是会产生氧化性压力呢，它是像我戴这个眼镜的橘光的10000倍。所以你把蓝光拿掉了之后呢，那个氧化性压力就消失了。那甚至就是不容易发炎。蓝光不是不好。蓝光的话，要在清晨的时间，所以清晨的光是药。那通常我们都知道，吃药就3分毒。白天清晨起来吃这个药，吃这个光，吃了一天，晚上再吃，那肯定是过多的。那所以呢，变成夜光是毒，或者是太亮，蓝光吃太多，它是毒，它肯定会发炎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不要被骗，就是说不是节能就好啊，不是节能就好啊，你还包括它还必须节命啊，照顾我们的视力啊。像 LED 灯的问题是这样，它太亮了，我们人看东西事实上不需要那么亮。刚刚我们不是讨论过了吗？人的眼睛有看亮的，有看暗的。当你光线弱下来之后呢，亮视觉就休息了，关闭了，启动的就是暗视觉。暗视觉细胞有1.25亿颗，等着你在呼召它来做工。可是我们向来白天有自然日光，晚上又点得很亮，这个亮视觉细胞白天上一个班，晚上又上一个班，它当然就过劳死。还有一个就是说 LED 很节能很好，我们也不必点那么亮呀。你点那么亮，它就不节能了嘛。就像说是盐巴，点了味道很好，可是为什么要加这么多盐巴？所以这样 LED 节能好事，不用点那么亮才是正确。
这个部分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经常就是其实有一个习惯，就说啊，你看书啊或看什么，你空啊，间你一定要很亮。等一下我会来请教您这个问题，就因为我们经常已经有这样的习惯或这样的概念在我们的细胞里面说啊，一定要打亮一点。其实今天周教授的言论可能会颠覆我们过去一向以来的一个概念。那您曾经有一次在其他媒体采访里面提到说，日光灯是人类发明最糟糕的光。教授，啊，请您跟是，我们讲一下这是为虾米？为什么呢？还有不晓得你还会讲闽南语啊？啊，对呀、太好了，那个突然觉得好亲切。那个是，日光灯，它本来就不能够拿来家里用，那个是二次大战美国他们为了制造武器的时候，晚上要加班，可是因为电灯太耗冷，所以他就又把那个很差劲的灯呢放到晚上去用。为了战争，人命都不要了。然后呢，战后的那个日光灯生产太多，没有人用，欧美家庭到现在都不用。可是你要卖到东方，你只要跟东方人讲这个东西很省电哦，哎，大家就傻傻的拼命用。问题是省电，可是他要你的命，要我们的命之前呢，他先让我们生病。为什么？这个灯是最差的。第一个，它是白光，晚上就不能点白光嘛。第二个，它里面除了蓝光，它还有深蓝光，还有紫光，有的更差劲的还紫外光。这个光是差劲透顶。你看，你去美国人的家庭、欧洲人的家庭去看看，没有人用这个灯光，人家都是用暖色系的，甚至他们要宁可点蜡烛，都不要点这个光。然后呢，基本上我们点了白光，那眼睛就一直发炎，白天发炎，晚上发炎。然后就因为说这个灯便宜，这个灯省电，可是问题是它只省一点点电啊。我们买一只眼镜，这个电啊，大概可以用到老死都用不完。可是那个灯就让我们眼睛坏掉，让我们身体坏掉。我们吃的药啊，比较睡不着的，你吃安眠药，吃安眠药之后呢，你肾脏坏掉去洗肾，像台湾啊，洗肾是世界第一啊，对不对？都是用错光，然后大家晚上失眠，然后就是吞那个安眠药，那就一大堆的副作用。所以这是蛮糟糕的一件事，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是，其实教授你这样一讲，我真的是特别有感觉，因为我个人就是不太喜欢白色的灯光，因为我觉得它一照上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整个的眼压好像就突然的增高，然后整个的好像脑部就开始一样，就是脑压，对对对，特别的头痛这样子。可是我就觉得好奇怪哦，为什么会这样？这样你一说我就明白了。我过去想说，我是不是工作太多啊，看了很多的电脑？其实不是，可能我家空间或者是我们这个空间。都是因为，就是像我们现在在摄影棚里面，就是它需要很大量的灯光才可以就拍摄出好的效果，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灯光的伤害。说到这里，我真的回家赶快把我所有的灯换成温暖的这个黄光。等一下我们来请教您，因为其实市面上啊很多，我就要聊最重要的，我想很多朋友都想了解，因为怎么样？因为其实我们的生活里面真的到处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光，所以很多时候不是你家而已，可能别的地方你出去外面你的办公室，你不可能去控制嘛。所以教授请教一下，市面上防蓝光的这些产品真的有效吗？啊，这个就非常大的问题，非常好的问题。我不是讲2014年联合国国际能源署就说嘛，好，那个是蓝光会造成光生物伤害，会伤害眼睛。那个时候他们就说，那个时候没有防蓝光眼镜，没有。所以呢，防蓝光的技术是在2014年才逐步去发展。那非常不幸的呢，包括眼科医生都把紫光当作蓝光，所以呢，他们开发了很多的眼镜呢，有的或多或少可以过滤掉紫光。可是我们电脑里头的蓝光，我们家里照明里面的蓝光，它一点都没有帮忙过滤掉，也就是没有过滤掉。简单讲，它就是没有效。那很多人说，我怎么知道它有效没效？因为这样子讲好了，你只要是白光，它就有蓝光。那如果你把蓝光拿掉，它就不会再是白光，它就应该变成黄白光啊，甚至更好的会变成橘白光。啊，那这张图啊，那个真的舅舅非常用心，你们在这一张你们要把它截图好好的看，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白光是怎么组成的。最便宜的白光就是蓝光加黄光，那显示器好一点，它就是红光、绿光加蓝光，基本上是这两个组成。
那你想想看，你把蓝光拿掉，那不就剩下黄光吗？那你如果是所谓的红、绿、蓝三个原色去做的，你把蓝光拿掉，那不就剩下所谓的绿光跟红光吗？那绿光跟红光两个混在一起，它就是橘光。所以呢，现在好多的防蓝光眼镜，有的人说有没有效？我有仪器可以量，可是我常常跟他讲说，我不必量，我只要看你的眼镜清清如水，白光进，白光出，肯定是没有效的。那如果说，那我这个就黄色的啊，就橘色的，是不是有效？肯定有效，只是说效果多好，要仪器去量。为什么呢？因为有的眼镜它没有把紫光滤干净，紫光造成我们眼睛氧化性压力的效度呢是橘光的20万倍，可是它又对颜色的构成没有帮助，所以你有拿掉它，你没有拿掉它，你不感觉到那个色彩有多少变化。好，那你现在这个图所看到就是说，你看这个是典型的LED 台灯，你看红、绿、蓝三个去组成，然后那个蓝光特别的高。当你经过有效的防蓝光眼镜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从左边到右边那个蓝光就消失了，是真正把蓝光就消失掉。那这个时候你的眼睛，有好多人戴了这个眼镜之后跟我讲，主任啊，我的眼压没了，我自己没有眼压很严重的问题，可是他说他们眼压没了。然后最近有人跟我讲说，他偏头痛好了。有一些偏头痛就是跟这个有关，你只要把蓝光拿掉就好了。那可是有的医生说，我帮你打针，哎呀要命，不要去打针，不要去打针。那刚刚各位看到那个，后来有些女生当然很有趣了，她说我不只要防蓝光，我还要美丽的，我要很美美的。我们当初做的那些夹片哎呀，很多人说太丑了。我自己心里在想我到底是生命重要了还是美丽重要？他们说美丽重要。对我来讲生命重要，看得见就好。可是我们就是要被逼的，我就是逼迫这个代理商，我说赶快去做漂亮的，去做漂亮的。所以您刚刚看到那个是最新型的最漂亮，还到了那个英国伦敦时尚周了，这个很漂亮的，有效又美丽。所以我们等于是说，其实教授给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说，我们到底平常外面市面上各种琳琅满目的这种防蓝光眼镜，到底有没有效？其实就一个很直观的视觉上你看，只要它是黄色的、橘色的，可能它就可以起到一些帮助。但是有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您，因为很多人他其实防蓝光眼镜的镜片是蓝色的耶，那这个那最糟糕。那个墨镜它有各种颜色嘛对，你千万不能戴蓝色跟紫色的，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把对眼睛友善的那些黄光、橘光过滤掉了，就剩下蓝光跟紫光。那个一戴下去，那个是发炎特别厉害。那个媒体也经常报道说，这些人一戴了之后呢，1年内不到那眼睛就坏掉了，1年内不到眼睛就坏掉了，那个非常严重，因为它很容易产生那个氧化性废弃物，造成氧化性压力，等于说好光拿掉，留下坏光。所以再怎么酷炫都不能带蓝色跟所谓的紫色。那你看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英国达人秀的那个毒蛇嘛Simon Cowell， 你看他戴红色的，对，他戴红色有效吗？红色非常有效，可是那个表示他眼睛坏掉的很厉害。他等于是连绿光都过滤掉，深绿光它就是浅蓝，它也是有伤害，只是伤害没有蓝光多。但是他的眼镜竟然是把绿光都拿掉，就表示他的那个眼睛伤害非常严重。他说他不是为了搞怪，也不是为了酷炫，而是说如果他不戴舞台那个灯光会像激光一样，像雷射一样打得他会痛。是这样子我们就了解了。有时候我们真的戴墨镜，还有一个问题，讲到这个戴墨镜呢，就很多人会戴墨镜，会觉得墨镜可以过滤掉所有的光，我看起来就是暗暗的，可以吗？你问对人了。我们带着那个曙光女中科探社进行一系列的研究，这个墨镜里面红橙黄绿蓝靛紫什么颜色都有，包括灰色的、深灰色的，通通拿来 PK。对，结果呢，通常深色的墨镜保护效果还不错，跟我们这个比起来的话，它是第2名。可是呢，它并没有真正去过滤蓝光，它是不分青红皂白，它是无差异的把所有的光都过滤掉。
所以它的保护效果最主要是来自于把大量的光线过滤掉，那这样会产生一个结果，就你要看清楚的光线就不够了。所以呢，在比较清晰度方面，结果它是最后一名。这就是为什么你戴着墨镜开车进到隧道非常危险，晚上戴墨镜看不见，你从外面进来之后突然看不见，容易摔倒。所以墨镜是一个其实用途非常有限的。像我后来我喜欢戴这个，我打篮球也戴我这个晚上开车白天开车我通通戴，因为它把好光都留住，然后不好的光过滤掉，所以它让原来我要看清楚的光线的绝大部分都保留了。所以呢，这个眼镜它护眼效度第一，它的清晰度也是排名第一的。是，那这样子我们就比较清楚了。如果你的眼镜需要防止蓝光对您的眼睛的伤害，就是记得是橘光或者是黄光的这个镜片的眼镜，黄光是最好的黄色的镜片应该是橘色的最好，橘色的镜片是最好的，因为黄色还是太淡了。黄色的话，它就又多了一些所谓的深绿光。那刚才讲说深绿光它就是浅蓝光嘛，它的伤害效度还是稍微高了一点。整体来讲，最好是橘光，次好就是橘黄光或黄光。那因为黄光它本身不是自然光，所以我们也不太推荐。在自然界当中没有黄光，自然界里面有橘光，像火红的夕阳啦另外刚刚讲说蜡烛、油灯篝火，这些都是橘光。是，那我想我们家里真的是灯光的部分真的是可以，如果可以，其实换上这个橘色的光还是挺好的，因为气氛也很好嘛。但是可能看书的朋友们，因为其实现在有一些台灯，好像是也可以变换各种不同的颜色这样子，这个是好的吗？就是我们如果是这样的，不够好，他们基本上就是说可以把那个蓝光很多变成蓝光少一点。可是我是觉得，既然有害，为什么要留一点呢？古代人你看凿壁借光可以看书，秉烛可以夜读。是古代人用这个所谓的油灯光，用了12000年都没有问题啊。现代人就是因为被喂错了白光，可是这喂错也只限东方人欧美人士他们还是爱烛光，他们看书还是喜欢在烛光灯下或者是灯丝灯下看。没错，这两边的人习惯是不一样。可是话说回来，一边的习惯是好习惯，我们另外一边刚好是坏习惯。所以有人说，哎呀，用这个烛光这种颜色看书会不会太暗？我说，那你怕太暗，你点亮一点吧，对不对？那问题是在不习惯。那问题就是说，如果是坏习惯，你就不要习惯，你就把它改掉了，建立好习惯。那好，另外一个，刚刚就讲了一个很重要问题，到底大家都知道看书一定要亮嘛，可是问题太亮不行，那要够亮，那个它的界限在哪里？我看过所有的医学期刊，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所有的眼科医生都没有办法告诉我。我最好的眼科医师朋友，他说他也不知道。我们就是因为这样被逼的自己去研究，所以我们做了上千笔的这样的测试，发现多亮呢？大概这样讲好了，大概是2根蜡烛的这个照度，大概就24个勒克斯，全部人都看见了，都可以看见。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教室呢，在台湾说什么桌面要500勒克斯啦，在这个大陆地区说的规定要300个勒克斯，进到眼睛那等于是你需要光线的10倍高，有的甚至15倍高，那是过亮。所以够亮要多少够亮？1个蜡烛的照度，2个蜡烛的照度，10个勒克斯，20个勒克斯，非常足够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上所讲的，你看你如果是用烛光看书，10个勒克斯不到，1根蜡烛的照度不到，你近视再深的人通通可以看见。那这里面一个很有趣，如果你用的含蓝光的这个白光，它不是因为看蓝色细胞凋亡了嘛，所以它看起来很吃力，而且特别要看小字的时候，你看近视深的人呢，他需要的亮度又特别高，这就解释到为什么近视的人又用很亮的光线，最后他就重度近视，接着他就是眼睛疾病，没完没了的眼睛疾病。那当然到了晚上又有所谓的这个失眠等等，最后癌症的这些问题。所以呢，基本上第一个你字把它变大，要不然你就换成烛光，换成烛光之后再小的字，我们的眼睛看红色的看绿色的那些都很健康，而且又很多，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那你看右边这些图就告诉我们说，还有一个不要忘掉，我们有暗视觉细胞，你只要把灯光暗了之后，它很快的有的3秒5秒经过暗适应之后呢，你需要的亮度会比原来呢低了很多。所以上面看，你看如果说
还没按适应之前，有的人就突然进来就开始给他测，他就当然暗视觉细胞还没启动，大概要30个勒克斯3根蜡烛的照度可以满足大概95%以上的人来看见。可是你经过这个30分钟按适应之后，你的20个勒克斯不到，所有人都看见了。那甚至你可以看到那个所谓橘红色的那一个，有的人2/3以上的人，半根蜡烛不到的照度，通通可以看见。所以这代表什么？我们可能看亮视觉的那个细胞受伤了，可是看暗的从来没启动，它完好如初。所以你多多使用暗视觉细胞，让亮视觉细胞休息，你的眼睛会非常好，相对的还有你的身体也会非常好。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分享，周教授。因为就一开始我们就讲了，我们看远，就周教授讲到了，看远、看近、看暗、看亮，都有不同的细胞来组成，所以大家不妨用我们真的是很少用的暗视觉细胞。那您刚才说，就是太亮的部分对我们的身体伤害，其实我们这里整理了一个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这个是他这个研究就是讲到说，居住在夜间室外光比较强的这个社区，它的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是更大的。那在这个研究里面，研究人员从1989年到2013年追踪了超过10万名的护士他们是住在这个夜间外部灯光比较强的地区，那他们罹患乳癌的风险是更高的。那我就想请教您这个有一点奇怪，就是说夜间照越强，乳癌发生率越高，即便它排除其他的因素，对年轻包括停经夜班吸烟这些的，还是一样，夜间照光会增加女性乳癌的风险。周教授，您可以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光跟乳癌的风险是有关系的呢？这里面有2大谜题谜底，这个谜题那如果可以解开的人你要给他们特别的奖赏。我们先讲第一个。就是说晚上照光，就是说我们刚刚不是讲嘛，就是说太阳下山之后呢，褪黑激素在9点钟会大量分泌，可是呢，一旦照光，它就会以为是白天，它就会晚分泌了。然后呢，它不只是晚，它一天下来之后，它会少掉1/8的这个分泌量。那这个褪黑激素在医学上，它不只是假说它是已经临床实验证明，它对付乳癌细胞。控制乳癌细胞的成长是最有效所以它已经被验证，就是它是抑制肿瘤的保护性荷尔蒙。所以褪黑激素它可以让肿瘤没有办法成长。可是呢，你如果居住在社区灯光亮的那个地方的妇女，你看她回家的时候经过社区灯光是亮的，这个时候她怎么样？暗视觉细胞是关闭的，她就开启的是亮视觉细胞。开启亮视觉细胞，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如果不开灯，他看不见。晚上他又特别害怕，所以他一回家的时候，他又把灯打开的很亮。然后呢，一直到睡觉前，他都忘了要把这灯光要关暗。这个时候，他的褪黑激素他就分泌量怎么样？非常的少，非常的晚。所以一旦他有乳癌的细胞的时候，他乳癌细胞没有办法被医治，没有办法被抑制，所以他就一直成长，一直成长。所以那时候一开始很多人就不懂社区灯光跟我室内灯光什么关系？就是因为人总要经过社区回到家里，然后社区灯光就逼着你的暗视觉细胞关闭，亮视觉细胞开启。那你回到家里，那个突然间相对亮到暗的时候，你会瞬间看不见。然后呢，你就会为了安全就想方设法把灯光开亮，开亮的这个结果，整天都是亮的。我们刚刚讲嘛。一个蓝光2个伤害，然后呢，这个蓝光是一个伤害，还有它的伤害是跟亮度成正比，你越亮，它的褪黑激素抑制的越多，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等于是接连几个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所以就导致这个妇女只要居住在社区灯光比较亮的区域呢，它相对最暗的呢，它罹患乳癌如果照以色列的研究，它是高了73%。那在其他城市呢，少说也都有50%，所以呢，我们才会说在台湾常常讲说以前每年都说，哎呀，今年这个台湾妇女的乳癌又攀升了，然后最后主播就说，哎呀，少吃炸鸡，没有，跟炸鸡没关，这跟晚上吃宵夜有关，晚上该关灯没关灯，你开了灯，褪黑激素不分泌，褪黑激素是用来帮助我们抑制肿瘤、对抗癌症的，你让它不分泌。
那个癌症就非常肆意的就成长了这也就是为什么2014年还有一篇全世界最重要的期刊，它那个是300多个医学期刊排名第一，也是9000多个医学期刊排名第一，叫《临床医师癌症期刊》。2014年，他就发表了现代世界电子照明引发乳癌攀升跟竭力破坏。然后不是2020年嘛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讲，乳癌已经攀升成为全球第一癌症，超越肺癌，一切都是现代电子照明造成。那什么是现代世界电子照明？以前是荧光灯，现在是 LED 灯。哇，其实周教授您这样一讲真的，其实我们过去也是在一直谈说怎么样来预防癌症啊，尤其是这些高发的癌症，很多人就说，为什么就是女性罹患乳癌各方面就会特别的多啊？或者是原来它跟我们的照明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真的是脱不开关系。那很多人可能会问说，那其实周教授，如果说我们在生活中如果我们是真的是比较难以避免我们有可能是接触到这些光源的话，教授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在生活中就特别注意，比如说我们睡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就有些人会喜欢开盏灯来睡觉，这个是不是一个可以改变的事情呢？就是说对我们身体也是会有影响的呢？改变吧，因为有好多人说，我晚上就喜欢开一盏。对，有的人会喜欢开一盏小灯，说这个灯很小啊。那时候我没有科学证据，我就说你的命嘛，你自己负责呀。我只知道全黑好。你问我说开个小灯怎么样？我没有科学数据。可是就在2019年，科学数据跑出来的。他说你夜晚开个小灯会怎么样？他们就从大鼠身上去做实验，这个大鼠身上有乳癌。如果晚上开个小灯，这个乳癌会转移到骨头。那任何人都知道，当癌细胞转移到骨头的时候，那是不只是死，而是痛苦的死。所以呢，晚上要不要点个小灯？不要点小灯，一个小灯都不要。那有人说，哎呀，我晚上要起来上厕所。你灯越点的越容易起来上厕所。所以灯全黑，你的褪黑激素大量分泌，睡得跟猪一样，都不用起来尿尿的。我觉得这个今天周教授的分享真的是对我们的生活太重要了。我想今天看我们节目的人真的是很有福气，照顾我们以前过去在节目中也透过中西医的方式，也不断的教导大家怎么来照顾我们的眼睛。那今天周教授直接来告诉我们，就是光害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还有对我们的身体的伤害。我想有关于光的影响，我想可能未来后续还有很多可以分享的。但今天呢，我们就先直播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今天非常感谢周卓辉教授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解说，期待周教授还有更精彩的分享。谢谢周教授，有，还有更多精彩的这个，大家要谢谢啾啾这一集非常重要啊，这个对，还很重要。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就是周教授，我们先开放给观众留言好了。就是如果说观众有什么有关于光害的一些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或者是关于眼睛蓝光各方面，你今天觉得你还有一些想要解惑的，就留言给我们。我们下次请周教授有机会来跟我们观众来分享，好不好？解答他们的问题。好，非常感谢周教授，谢谢。不用客气。好，那我想今天非常感谢周教授对我们带来精彩解说，谢谢。好，今天听完周教授的解说我想是不是大家也会觉得开始反思，原来光不只是决定我们的看得清楚看不清楚，还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品质，甚至罹癌也有关系。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大家，除了留言之外呢，告诉我们你有什么问题，你有没有平常什么防蓝光的方法？比如说你会戴着蓝光眼镜或者是调暗手机的亮度，还是干脆把手机放远？欢迎你在留言区告诉我们，你觉得最难戒掉的蓝光习惯又是什么？下次请周教授来跟我们分享。好，在离线之前，别忘了订阅99健康咖以及健康1+1频道，我们会持续邀请大咖专家带来最新最实用的健康知识，陪你守护你的健康。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